佛教呢不喜欢有偶像，不喜欢有权威。佛教常讲以法为师，以真理做我们的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集的主题是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呢，就是有常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就是老师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次了讲了很多次这本书了，这是算是老师的招牌之作那我们今天就是刚好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可以来录一集这种老师亲自来讲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的这一集吗？哦，可能不止一集。对，如果太长我们就分上中下或上下两集。它有7、8章啊，所以你说一集的话可能录不完那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本书，据老师的说法是说这本书再版很多次，然后最近好像还要翻成英文版是吧？是。对，那可见这本书是初学佛的人可以读的一本书。这样我们今天会以书中的几个章节来讲佛教的主要的几个精神。 OK， 我听这个阿若这个小编的意思呢，好像是说呢这本书啊发行很多，大概有几百版了，几百万册，那么呢非常的普及。那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个看书的习惯哦，对，反而现在大家对听呢比较有机会听，也比较有兴趣来听也说不定。所以呢就想说把这本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把它比如说拆成几个部分，把它浓缩择其大要，对不对？那么分成比如说几集的时候，让呢不想看那个原书的人，他们呢听我们这个菩提麻瓜，他也能够呢熟悉，他也能够了解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趁这个 AI 还没有帮我们帮我们讲出来之前，我们先请书的作者来帮我们讲，本人亲自来讲。这样，那我们这次的第一次呢，我们就来录佛教的特色啊，因为这个书中里面好像写了10点吧。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请我们的书的作者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来亲自解释一下，要是有人还看书看不懂的话对，好，那第一点呢，就是佛是人而不是神。 OK， 这个第一点呢，佛是人而不是神，这个在50多年前，近60年前呢这句话呢算是很大胆的因为那时候呢佛教还没有那样的普及，那么呢大家在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不论你是基督教的神或是这个道教的神，回教也有神啦，对不对？你说呢佛不是神而是人，那这样还讲什么东西呢？那么人呢一定是这样子的，没有地位了，没有名望了，没有神秘要素，也不有神通，也没有能力，那这样的佛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谈的呢？这是乍听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误会了佛呢是人，我们在过去也提到他是人，所以知道人呢有什么样的烦恼，他知道人有什么缺点，他知道人的痛苦，他知道呢人他的烦恼从哪里产生的，他知道呢说人的痛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佛呢，他虽然是人，可是他跟一般所谓的平凡的人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好学深思，他虽然生长在帝王之家，但是他呢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对于民生的疾苦，对于众生的苦难，他呢从小他就呢耿耿于怀，注重在他的心里面了。老师，我刚好插一个问题，网络上有流传一句话，就是说就算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是拥有了之后才会放弃，因为可能体会这句话的人觉得说他们很穷嘛，或是他们过得很辛苦，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被迫放弃。可是释迦牟尼佛是他拥有选择权，他享受过荣华富贵，所以才去放弃这些东西的。这样 OK， 我们这样想了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愿意放弃，比如说去赈灾啦，去救人啦，
比较困难呢？还是呢身上一无所有，或是只有3块钱，他呢倾尽他的所有拿3块出去赈灾去助人比较难呢？我相信那个比较有钱那个人呢，对不对？他要放弃以后，然后去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这会比较难呢。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光不就讲过了吗？由奢入俭难呢。你奢侈的生活过惯了以后，要去过那种呢比较节俭贫苦的生活，应该是比较难的。好，那老师，我们这点讲完，还要再继续讲吗？还是要讲第2点呢？佛是人，他不是神，这点大家晓得。因为佛是人，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跟他学得到。比如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是普通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跟一个呢，走那个就是跑那个马拉松的，他可以跑3天3夜呢都不疲倦的。那如果你要跟他呢去学的话，我相信你可能走2个钟头以后，你就倒在那个地方了。我的意思是讲了，我们学要跟我们同样是平凡的人来学，因为释迦牟尼是人，他要吃饭，他也要睡觉，他也要呼吸，对不对？我们也要睡觉，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呼吸，所以我们跟他学的话比较容易。你今天如果去跟一个神仙学，他会飞天，你会飞吗？对不对？他呢可以隐身术，他去跟人家捣蛋，然后呢他就一变不见了。你学着他去捣蛋，那么你不能够变不见，你不被活活被他锤死了吗？所以我的意思讲了，我们因为释迦佛是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人来学，我们学得到，我们能够学成。如果今天你是跟一个鬼跟一个神来学的话，因为你跟他不同等级不同层次，你跟他学的话，你可能失败，你也有可能更惨一点的粉身碎骨。这么严重？是啊，他叫你去飞天去乘云驾雾，你不会，对不对？你一上去有没有从云那边摘下来，你不是摔死了吗？好，那第2点呢？佛是真平等者。 OK， 这个真平等是什么意思？真正的平等。所以他没有分成高低贵贱穷人富人这种概念吗？是。佛呢他呢来到人间的时候呢，这个在那个佛教的这个诗歌里边呢，诗歌的文学的诗歌里面说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就有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这是文学的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那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现在我们这个视频前面这些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我字，对吧？就是每一个人他们呢都是平等的，都是最尊贵的。你跟别人比起来，你没有呢，好像你就好像比他缺一块肉，或是你比他呢就呢少了一条腿，不会，你跟他是平起平坐的。那么呢佛教讲平等，我们晓得印度本来有4种阶级嘛，从婆罗门啦、刹帝利啦、吠陀啦，还有首陀罗啦，这4个阶级极为不平等，一直到今天还不平等。到今天呢，如果你是一个高阶级的，你去娶一个那个是等于比较下阶级的这样的人来当你的新娘，你可能被你整个村的人给你逐出。是吗？我怎么自己讲现在好像，而且真的现在而且还有可能你的新娘被人家杀了。那可能要很边境的地方吧。前一阵子刚好这样，一个那个高阶级的，比如说贵族阶级的，他儿子去娶一个媳妇儿是奴隶阶级的，结果在那个结婚典礼上，他那个爸爸就把媳妇儿给杀了。我讲这意思是讲了在印度极不平等的社会了，而释迦牟尼本身是刹帝利贵族了，非常高非常荣耀的阶级了，而他主张呢跟众生平等，这点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以前不常讲吗？说那个世界上的革命呢都是比较低阶级的，比如说劳动阶级啦，有没有奴隶阶级，要想起来革命，要想怎么样跟高阶级的人平等向上争取。而佛教呢刚好相反呢，高阶级的我们释迦牟尼
高阶级的人要来跟低阶级的人平等，这不是非常难得吗？这不是非常的不容易吗？佛教的平等不只是人类人的这个品种，所有地球上的生物，佛教认为呢，都具有佛性，都应该要平等。那么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呢，譬如说你现在用泥土啦，你来做成一只青蛙啦，一头牛啦，对不对？那你做成呢，一只狗啦，一只猫啦，表面上呢，这看起来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们都是同样的泥土所做成的？佛教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虽然生物的长相呢不同了，可是呢，它们呢那个佛性呢相同了，生命的那个本质啊，生命的那个本体啊，那个呢大家都相同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不能因为长相的不同、阶级的不同，那么呢你就呢认为说你比较高的阶级，他就比较低，你就要欺负他。佛教不认为这样，所以佛教认为说众生平等，这个众生包含了人类，也包含了所有的生物。我也常常这样想了，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当你拿起了刀吃牛肉了，吃那些虾，吃那些鱼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原本是活蹦乱跳的吗？他们本来呢都是悠哉悠哉的生活在这种大自然大草原之上吗？佛教的主张很简单，认为每一种生物都有同等的资格，有同等的权利生长在地球上，这是佛教的很重要的一个主张。我认为啦，这样才比较好。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了，他说这些呢东西都是上帝创造来给我吃的。可是我就有点纳闷了，怎么纳闷呢？如果这些呢老虎、狮子啦，他们都是呢上帝创造来给你吃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咬你呢？他为什么不要摇着尾巴呢？你吃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谢谢，谢谢你杀我吃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替上帝服务，因为上帝是创造我来给你吃的。每一个生物临死都有哀嚎啊，每一种生物临死的时候都是挣扎，他们不愿意死啊。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佛教的慈悲是有它的理由的。那我们下一个，佛不是生而知之者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有文言文？生而知之是什么意思？这本来是孔子讲的话了。但是孔子讲说，我不是生下来就懂一切学问的，我是好学深思啊，而且民以求之者也，然后才变成有学问的了。那释迦佛也是一样，释迦佛呢，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佛的了。释迦佛跟我们一样，生下来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呐。他一样的有那些欲望啊，有那种感情啊，他一样有他的贪嗔痴啊，跟我们人一样。他是透过自己慢慢的去，比如说打坐参禅，他自己不是离家出走吗？对不对？那么去那边参禅，到雪山去修行吗？慢慢去体悟这宇宙人生的道理吗？所以我们以前刚刚也提到了，不用讲到说以前了，就是说呢，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我们努力的话，如果我们跟佛一样向佛的学习，也努力呢去读书去思考，我们不就有一天也能够大彻大悟吗？有一天我们不是一样呢可以去掉那个贪嗔痴吗？有一天我们不是可以过着那种自在快乐的生活吗？那这样给我们很多后代的我们一种鼓励，一种信心。为什么？他能做得到，我也能做得到。我们以前呢不是也读过吗？舜何人也？舜是什么人啊？舜是圣人啊。禹何人也？我是什么人？我是平凡人啊。有为者亦若是。只要我肯努力，有为者，只要肯努力去学，亦若是，我也能像佛一样，也能够跟那个成功的解脱的人一样的潇洒。好，第4点是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OK， 这一点呢，就是说呢，佛教为什么会认为说每一个众生都会成佛，人人皆有佛性这一趴。对，所以佛教不会承认有那种顽劣不可教化的人。佛教认为说了
一个众生所以会学坏，是因为他的愚蠢，没有智慧。所以没有智慧的人不会反省，不会反省，佛教叫做忏悔了，不会去思考，所以他就不能够从梦中醒过来，他就以为呢，他这样做是对的。那我们再从别的宗教来讲好，别的宗教认为说，如果你不悔改，如果你不皈依到我的门下来，就会怎么样？就会永远掉在那个火狱里面，受苦受灾受难，永远没有机会咯。要注意哦，你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郭刚郭老师信佛教，他就这样想了，哇，那信基督教如果没有信得很虔诚，万一是掉地狱的话，永远没有机会，那倒不如信佛教。因为佛教的地藏菩萨其实不止地藏呢，千千万万亿宇宙间的佛菩萨都发同样的志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呢，众生成佛了，我才要证菩提。所以你就晓得了，信佛教的人有保障，就下了地狱了，对不对？还是有很多人说不把你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他不愿意成佛，这不是买了很多的保险吗？所以佛教认为人性本善，人人具有佛性，所以他不承认有那种呢不可教化的人。佛跟菩萨他们这样想，如果地狱还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度，那就是佛跟菩萨的责任，就是他还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呢。所以就很多人要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这就是秉持这样的信心，这所有宇宙的众生手牵手了，大家呢怎么样合作在一块？我没有成佛以前，你来度我，对不对？你没有成佛以前，我来度你，彼此互相买保险呢。在宇宙间，每一个众生都有幸福快乐的未来，我觉得很好。好，那第5点呢是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皆可成佛。等一下。OK， 这好像跟刚才那个有差不多的意思，就人人都有佛性。OK， 佛呢不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啦，可你想想看，我如果这样问你就懂了。上帝不是只有一个，人人都能成为上帝，鬼扯！那基督教一点不服气。阿拉呢不是唯一的，人人皆可成为阿拉。回教徒更不能忍受，更不会认可，对不对？所以你从这里边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很好，因为人人都会成佛啊，大家不要抢啊，人人都可以成佛了。我以前在跟学生讲的时候，我在跟他讲，我说你们现在是当林老师的学生，对不对？你们都觉得很好，他们因为怕他们的成绩不及格，所以大家都说我们都好愿意做林老师的学生。我说好，那你们讲的哦，如果你这一辈子都来学校上林老师的课，永远不会毕业，知道我意思吗？你们都当林老师的学生，我永远当老师，你们永远当学生，你们要不要？当然大家都不要了，我的青春不就白费了吗？对不对？我在这边又不能够养老，永远是以林老师做老师，我都永远当老师，你们都永远当学生，永远不会毕业的学生，那最好不要当。佛教学佛是学佛人做佛的学生，对不对？可是他有一天会变成佛啊，会变成老师啊，会可以跟佛平起平坐啊。我们现在在拜佛，有没有念佛拜佛就怎么样跟佛学习啦？比如说佛啊，我要跟你学习，请你教我，我会认真学，我有一天我会跟你一样。所以你想想看，信佛教才有希望啊，要不然你永远当人家的徒弟，你到了天堂以后永远要叫人家爸爸，对不对？或者要叫人家妈妈，除非你是傻瓜了。你到佛教的净土里面来，在那边呢好好的修行，有一天你就变成教主了，你就变成了佛了，你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要张开眼睛，要聪明一点，不要呢昏昏沉沉的，永远做个小傻瓜。生死流转，往返疲劳，常在痴迷时。漫天流浪，长夜漫漫，何处可以
那这边我就想要提一点，因为如果以这个其他教的这些思想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爸爸生你，那你叫他爸爸理所当然，你一辈子都会是他的儿子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改变不了。是。那就跟刚才那个说，你有一天可以取代这个爸爸和老师的位置一样这样。OK， 上帝呢，他创造了人，其实他只讲说，他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这本来基督教的道理不是我在谈的，只有这两个才是他的儿子了，才他亲手去做的嘛。后来都是他们亚当夏娃去生的。亚当夏娃呢，不是很完美的。我英文不好，等我讲，他不是 perfect， 他不是完美的，因为他们偷吃了苹果禁果，他们带有原罪，所以才生下我们呢，也有罪了。我们好倒霉哦，对不对？因为亚当夏娃他们两个的原罪影响到千千万万的后代的人，太讲不过去了。只有在那种专制以前的专制的时代呢，爸爸呢犯法，儿子呢要诛九族了，还不是儿子了。在古代就这样，现在今天的民主社会，爸爸犯罪，儿子不一定有罪，除非儿子跟他共谋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谁呢做事谁都要承担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我在佛教精神特色也提到了，我没有去挑战基督教的意思，我是讲说呢，亚当夏娃呢既然不完美，偷吃了禁果，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再重新再去创造两个会听话的，对不对？那不是好的吗？干嘛要让这种呢有缺陷的，慢慢的一代一代又去传下去了呢？这是一个。第二，我们常讲的，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用他的血来免我们的罪。耶稣如果是上帝的独生子，那我算老几呢？我是老二、老三还是老七、老八？经过呢这来，我已经算不尽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在佛教讲说呢，我不是说不慎终追远了，因为上帝呢，我认为他只是创造了亚当夏娃，他的心目中只有那个耶稣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们的附属品啦，对不对？哦，了解。那第6点呢，是佛教不承认有创造万物的神。OK， 这一点呢，我们在过去有一集认为说，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人类，对不对？生命，对不对？那么佛教呢，到底是怎么说法？我们佛会创造天地，会创造生命吗？好像有这样的一集啦。对，有这一集。那么我当时呢，主要的一个论点只有一个，就是说呢，生命在我们今天的科学所了解的，生命它形成有生命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是很漫长的，并不是说某某人或是某某神，那么这样是说当下它就有生命的出现了。这今天的生物学家啦，他们告诉我们的了。那么第2点呢，我的质疑呢是认为这样的：如果说天地万物要有人来创造了那么这个创造万物的神或是鬼或是人，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既然告诉我天地万物都要有人创造才会存在，那么这个创造的主他也是天地万物的一种了，所以他也需要被人家创造，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存在呢？以前我在这个报纸上有看到有人就提出解答了，他说人那么聪明，对不对？他怎么有可能自己存在的呢？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比人聪明的神来创造他，才有可能存在。那么我就反问他了，人那么聪明，一定有比人更聪明的才能存在。那请问那个比人更聪明的那个神，既然那么聪明，他怎么有可能自己存在呢？他一定要有比他更聪明的超级的神才能够去创造他。那这样下去的话就没完没了了。那佛教呢，我们在那几面讲，佛教主张的是因缘生因缘条件的聚合。比如说我们今天按照今天的科学来讲，生命的产生要有氨基酸，要有蛋白质，对不对？要有闪电，要有什么很多，有没有？那么这些东西，请问我刚刚细数的那些条件，那是不是因缘呢？
那些因缘聚合了，才能有生命。别的星球没有生命，是因为别的星球没有办法记住这些因缘嘛，对不对？那么佛教是这样子，无论科学多进步，你今天呢删掉一个条件，或是再加进2个条件，佛教都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言具言善。所以呢，创造万物的神，他自己本身就逃不过人家的检验。他从哪里来的？如果他自己能存在，他就是没有因的果，他就是呢无中生有的东西。他在科学的面前，他就呢站不住脚。而佛教注意哦，佛教的因缘生，缘起缘灭，非常好，标准答案。第7点呢是佛法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OK， 这个呢，我们晓得，如果别的宗教他们就说，你只要祷告啦，对不对？你只要呢，受洗啦，你只要呢忏悔啦，就没事了。佛教不是这样子，佛教有时候还给你吃糖果，吃糖果叫以利勾牵呐，先给你吃糖果，然后呢才告诉你解脱的法门。所以佛教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没有标准的修行的方法。佛教有时候很严厉的，譬如受戒，对不对？对啊，有时候呢过午还不食的。那有时候很放松的，悠哉悠哉来泡茶，对不对？悠哉悠哉拿一个拐杖呢，可以行脚天下，到处去参访修行。所以呢，佛教的法门就像药房，药房呢里面有很多种药，对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种药啊？因为众生有很多种病，是不是？所以佛法是为了众生的病而存在的。因为佛很慈悲，他晓得众生很多种类，他们的烦恼的起因有很多，所以释迦牟尼就讲了非常多的法门，就好像呢药房里面储备了很多的药方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好，那第8点是佛法是入世的。这个入世是讲说是存在在尘世里面吗？就是它是为了红尘世间的人而存在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讲呢，佛法呢，它是为红尘世间的人而存在的。一般人都会误会了，好像呢这个修行佛教呢，要到呢深山啦，要到了人烟罕至的地方啦，那么呢不要跟人群呢打交道了。其实那错了，因为我们过去呢佛法呢这个有这样讲了，说呢佛法在世间呢不理世间结了，离世求觅菩提了。那么呢恰如呢去觅那个兔角。这个意思是讲呢，佛法呢是为世间的人存在的，为世间的人离不开食衣住行娱乐，对不对？所以佛法的修行就在食衣住行娱乐里面。你怎么样食，怎么样吃，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去工作，对不对？怎么样跟人家呢打交道，怎么样来呢生活，这就是修行了。修行离不开生活，做一个懂得生活，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得很有尊严，很幸福，很快乐，不会去伤害别人，而能够自己得到快乐的人，这种人就是懂得修行的人了。如果一个人的修行去伤害别人，这是修什么行呢？对不对？如果他的修行违背了他做人的本分，对不对？一定要到深山里面去，一定呢要钻到那个地穴里面去，连人的生活都过不了了，他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佛就是完美的人呢。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他就是佛了。好，第9呢是佛教没有排他性。 OK， 我们对于众生呢，他信什么宗教？以我来讲呢，我年轻的时候写佛教，写这个精神与特色里面，其实我没有去批评基督教了，就事论事了。就是我没有讲上帝不好，我没有耶稣不好。我现在同学信基督教的人呢，他们生病了，我都讲一句话，说呢，希望主祝福你啊。那么他爸爸走了以后，我都会跟他说呢，在主的那个怀抱里面安息。我的孙子，我的那个女婿，他们都基督徒了，我从来不跟他们传佛教的。我呢，跟我儿子跟女儿他们要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如果你认为基督教好，你就去信基督教吧。所以
佛教呢，不会去排斥别人，佛教呢，它兼容并蓄的了。哦，那么呢，这个不像呢，这个别的宗教，比如说有宗教的战争，对不对？佛教呢，不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学佛，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喝茶聊天，一起呢旅游参访，大家都可以变成好朋友，大家也可以变成亲家啦。亲家是好。那第10点呢是佛教是自由和民主的。 OK，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因为我们呢，比如说我们想长寿，我们呢不行，总是会死，这是不自由。你想长寿不能啊，那么呢，你想要快乐，你偏偏呢很不准。你想呢，这不要失恋，可是你又呢饭吃不下，所以呢，这些都是不自由了。而佛教的修行就是要身心的解脱，身心的解脱就是自由。那么呢，因为世间呢充满了灾难跟烦恼，对不对？所以大家不快乐，是不是？所以呢，佛教是希望呢大家怎么样能够得解脱，能够得到幸福跟快乐。那么呢，这个大家在一起会你争啊，我斗啦，有没有？大家呢，你呢，来霸凌我，我来欺负你呢？佛教认为众生的平等，所以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因为大家都会成佛，所以都应该要以礼来相待。如果大家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真平等、真平爱、博爱，真的很自由的，真的非常的快乐了。以上呢这10点就是佛教精神与特色里面讲的佛教的10个特点，这样。那有几点我有点疑问，比如说佛教是入世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老师这本书在写的时候应该是距离现在已经40-50年前了吗？应该是蛮久以前，1970快60年了。哦，那对啊，快60年前的那个社会，所以跟现在来讲一定也有不同嘛。就像老师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当大专佛学社的老师嘛，那就要讲到不得不提到一些现在的问题了。老师你不觉得现在的年轻学子学佛的很少吗？还是老师你自己觉得还好？现在大专学生呢，他们学佛的风气没有以前那么盛。第一个呢，我在想的就是社会的进步，大家都有手机哦，大家都认为说我用手机查一下，我就可以知道一点佛教的信息了，我何必去学佛呢？这是有一点呢。我有什么烦恼，对不对？我可以找那个手机呢，手机会告诉我。现在有 AI 可以告诉我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一个。第二就是呢，发心的人比较少。发心呢，像我那个时代呢，有很多的成年人呢，愿意到每个学校去弘法，那都是免费的，都是一种义务性的了。那么到处呢，南北这样去奔波。现在好像比较少有这样的大德居士，就比较少一点。第三就是说呢，现在的大学里面，以前的佛学社给很多的现在佛教的山头稍微把他们改变了。什么意思啊？以前比如说我们政大有东方文化学社，那么呢，这个台北师大有中道社，是。那现在变成怎么样？佛光山进来有佛光社，中台有中台社，慈济有慈济社，类似的，我不晓得它里面的真正名称呢。就说以前的佛学社的学生，假设他有30人，现在有3个社团，那个佛寺他们进来成立的，就分掉了，一家只有10个人了，原来的佛学社就没了。这也是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呢，对，因为我想说，现在就像我刚开始知道佛教的东西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想说，佛教的东西比较感觉都是在修苦行啊、念经啊，一直做重复的事情，感觉跟年轻人他们吃喝玩乐都来不及了，还要去做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是念经，还要念一些不太理解的东西，好像真的是有点困难呢。这就是我在我回忆录里面有提到呢，就是说我的预言呢，我说未来的佛教会在家的佛教跟出家的师父们呢，会2条平行线呢，就像基督教的天主教一样了，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的了。那么呢，在家的佛教呢，他们就应该向基督教学习，
譬如说有青年团契啦，对不对？那么有夏令营啦，对不对？甚至于呢，就有很多的那个地方，比如教堂。佛教现在只有佛寺，佛寺有时候在深山里面，你说叫这些青年朋友去，他们又不想去，所以将来变成佛寺或是在家的人，他们来租或是来建很多的活动中心。那么在里面呢，就有舞蹈啦，也有音乐的歌唱团啦，也有乐队啦，也有伙食啦，有什么东西都满足青年的要求啦，让他们愿意来这边呢。以前我那个时代愿意到教堂去，我去学英文啦，对啊，我去呢泡马子啦，泡马子 ，OK， 就是找女朋友啦、OK， 对不对？那么再一点的话，就会分糖果啦，再更小一点啦，那么类似像这种呢，这个就是佛教讲先要以利勾牵呐，然后才叫他呢入佛门呐。因为我自己依我个人浅薄的理解是，我觉得道教感觉有一个神在，然后信徒们就可以，或是一般的迷惑的民众们就有疑问就可以问那些神明，然后就可以得到心灵的支撑。那教会呢又会有一种团队凝聚的感觉，然后你又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才艺嘛，然后一样有一个心灵的疗愈支撑。可是佛教呢就会比较，当然了，要你继续理解，你好像得不到马上一个心灵支撑的感觉。你刚讲的这个我知道你要讲的意思，因为佛教呢不喜欢有偶像，不喜欢有权威，佛教常讲以法为师，以真理做我们的老师，是佛教甚至于讲一个道理呢，不管是谁讲出来的，我们只检验那个道理讲的对不对。魔鬼讲的那个道理如果讲对了，那个魔鬼还是算是一个觉悟的魔鬼，那佛呢如果讲错了，他也是一个愚痴的没有觉悟的佛，就类似像这样子而在佛教就是这样子的，他不要有权威，不要有偶像。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就好像呢，你像今天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一个学生太爱他的老师了，太服从他的老师了，常常会出毛病，被老师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是没错。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佛教能够用这句话来检验通，我爱佛，对不对？可是佛如果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那种佛，没有用，对你没有什么启发，应该是他说出来的法。所以我们今天要弘扬的是佛所说出来的佛法，佛教的道理，这些我们要研究，要加以发扬，要加以呢探讨。至于那个佛，你可以这样讲，你不需要去拜他了，因为你要尊敬的，你要研究，要发扬的就是佛他讲出来的道理。这一点跟你刚刚讲的一般的宗教都是他的教主常常有号召力，大家愿意呢匍匐就跪拜了，愿意呢围绕他的四周了。释迦牟尼，我们佛法是以教团为中心。为什么像一个学校，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也不能成为一个学校了？佛教的道理那么多，所以他必须要有教团。什么叫教团？教师团教师团，有的人教英文，有的人教数学，有的人教理化，有没有？有教美术，教音乐。佛教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要去迷信，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偶像。佛教是希望大家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这集主要是讲佛教精神与特色里面的10个特点，这样就是里面的一章对，一个章节对佛教的特色了。好，那如果之后大家还想要再继续了解，再看我们的佛教精神特色之2，这是之一了对，那我们之后说不定还会继续再做这个系列。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里，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拜拜，再见。五沟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在烽火，不明照世间，悲啼皆雷震，此一妙大运，疏甘露法雨，灭除烦恼业。
剪影，是